贵公司有员工实名举报，说贵公司克扣工资，强行要求加班，同时规章纪律混乱，利润分红不均，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法。现正式通知，今天起限期整改，同时罚款50万。什么？我听着对方的话，简直不敢相信。送走监管部门人员，刚返回办公室，就听到几人在窃窃私语。哎，你们说，老板真的好心把85%的利润分给我们，这可能吗？肯定不可能啊！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，哪个老板这么好？不就是对外夸大些博个好名声？我们这些冤大头都被当枪使了。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我才不信他真这么好心，平日里说是允许我们迟到早退，还不都是要补回来的吗？工资随便预支，不就是想让我们离不开他吗？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心底一沉。原本我正准备将100万的利润拿出85万给大家做分红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举报了我，还背地里各种揣测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真心对他们。我给助理打了个电话，通知重新制定公司规定。没一会儿，助理拿着一份新的公司规定进来递给我。石总，公司新的规章制度制定好了。好，通知开会。等我来到会议室时，里面一片嘈杂。哎，老板昨天说要把那85万奖金分给我们，不会是今天吧？又有钱拿了。我咳嗽2声走了进去。今天开会是要宣布一下新制度，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吧。说完，助理将公司新制度发了下去。自今日起，不准迟到早退，必须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，否则扣除工资50块。员工在公司按业绩考核，每月业绩垫底者将被开除。公司以后取消预支工资的制度。会议室内人人震惊。老板，你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？是啊，老板，不是说好的今天发分红的吗？老板真幽默，怎么还跟我们开起玩笑来了？我猛地拍了下桌子。安静！哪个公司开会时员工可以乱说话的？会议室内寂静一瞬，有人小心翼翼开口：我们之前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规章制度变了。从今天起，每个人严格按照新的制度来，和其他公司一样，不准迟到早退。那85万的利润，我也不打算发了。什么？老板，不是都说好了，这85万利润都分给我们的吗？是啊，老板，而且这制度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修改啊？员工接二连三站起，一同抗议。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会议上不得讨论其他事，再讨论扣工资50。话落，他们顿时静声不语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。等待他们的还有更震惊的事在后头。当天，我当即叫人在公司楼下装了打卡器。第二天一早，助理将迟到的人数报给我，整整有1半多的人迟到。通知一下他们，扣除工资50，如果1个月迟到10次以上，当做不重视处理，一律辞退。助理刚把这个消息传达下去，10几个员工就挤进了我的办公室。老板，我们只是迟到半个小时而已，没必要这样吧？是啊，老板，50块钱都够我吃好几天了。公司昨天就已经明确做了规定，是你们不遵守在先，与我无关。他们顿时愣住了，哑口无言。一时间，整个办公区哀声怨道。还有业绩压力，这下可完了，我这个月业绩还没达标，你说他是不是存心整我们啊？就是不想发那85万奖金，不会是想把我们挤兑走，然后趁机独吞吧？有可能，我这个月已经迟到6次了，工资扣了300，再迟到下去，我就得喝西北风了。突然，一个人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等着，他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也别想好过。”我关掉监控视频，没再看下去。没几天，我又接到了劳动局打来的电话，原来手下的员工又因为政策问题举报了我。我笑着提交了规章制度和平日里员工打卡的监控视频。在经过上次的警告之后，我们公司已经及时修改了政策，和其他公司无异，业绩考核准时打卡，工资一律按固定的标准来，底薪加业绩。确认无误后，他们挂断了电话。一群等着看我笑话的员工正在外面议论纷纷。哎，你们说，等会儿他会不会被骂得很惨？叫他克扣我们工资就该被罚，不然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。可不是嘛，还私吞了我们那85万奖金，我还指望奖金还房贷呢。在一众叫好声中，有人小心翼翼开口：可是我觉得你们背后举报是不是不太道德啊？先不说老板这次制定的规章制度跟普通公司无异，之前的政策明明也很好，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方便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举报呢？这话一出，立马遭到了众人的攻击。那人被骂是我的走狗，他兴致缺缺没再说话，转身回了工位。我突然推开门走了出来，看来大家对我都很不满啊。话落，议论声戛然而止，他们瞬间挤出一副假笑迎了上来，真当我耳聋。我当即放出了监控视频，众人僵住。我没想到平日最会拍我马屁的人，竟是骂得最欢的，反而话最少的那个，不仅一直在默默替我干事，还是唯一一个为我说话的。老板，这是我们讨论着玩的，而且我看向带头骂我的周洋，你被辞退了。什么？他似乎不敢相信，我没理会，转而走到那个默默工作的陈芳身侧。陈芳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我将陈芳提携为业务经理，取代了周洋的位置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周洋瞬间冲进我的办公室。老板，你凭什么把我的位置给陈芳？就因为我多说了几句话，不是您说的公司讨论自由吗？那是之前，待得下去待，待不下去滚蛋。对这种人，我根本不必要仁慈。你凭什么辞退我？因为我是老板。话落，他怒捶了下桌子，气冲冲地出了办公室。次日一早，我就收到了助理发给我的信息，点开一看，我竟然就被曝光到了网上。论打工人遇到一个奇葩老板，命该有多苦。视频中，周洋不仅抨击我的所作所为，还抹黑我的形象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在一家公司干了将近5年，我辛辛苦苦为公司卖命，没想到到头来公司盈利几千万，答应给我们分的85万到头来也没了。不仅如此，傻缺老板还使尽各种计谋，想将我们挤兑走，我被他逼得走投无路辞职了。视频里，周洋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诉说着他的不易，瞬间激起了同为打工人的其他网友的同情心，他们纷纷留言：主播也太惨了，什么公司啊，放出来给我们避避雷。同为打工人，深思公情，这些万恶的资本家把我们这些人都当成什么了？他的奴隶吗？主播你不用担心，这种公司很快就会倒闭的。一时间，评论区涌入几万条评论，视频爆火。因为周洋的曝光，公司当即遭到舆论的冲击，股票大幅度下跌，名声受损。反而周洋却美滋滋
司开启了直播，当上了带货主播。老板，我们联系过周阳了，他不接电话，说要您亲自打给他。听着助理的话，我已经没有联系他的耐心了，直接让助理去法院起诉他。没一会，周阳那边就收到了法院的传单，他又开始对着直播间痛哭流涕。家人们，大家还是不要再在评论区讨论我的老板和公司了，不然他们要发律师函搞我，我好怕怕啊！是大老板，你快来抓我呀！说着说着，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欠揍，一副贱兮兮的模样，弹幕发言不断，就该这样整他，让他为难我们这些打工人。就是真以为我们打工人好欺负的。主播不用怕他，反正你都离职了，他还能拿你怎么的？随着视频的日渐爆火和周阳每日的宣传，公司被推上了舆论风口。随着视频的日渐爆火和周阳每日的宣传，公司被推上了舆论风口。网上出现了大量黑我们公司的帖子，更有甚至直接在公司楼下蹲着大骂。我给周阳打去电话，好一会他才接通，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哦，再也没有了之前虚伪的恭维。把帖子删掉，撤掉热搜，出面澄清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电话那头，周阳不以为然一笑，后悔？石总，我现在可是大网红了，我想要毁掉你的公司，可是随随便便几句话的事，应该是你后悔吧？怎么样？你现在过来找我，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就回去。哦不，我还要高出原来工资的3倍价格，毕竟我现在可是大网红了，不可理喻。我当即让助理通知公关部发布澄清帖，然而帖子刚一发出，便被周阳的无脑粉冲了。还无业绩考核，还工作时间自由，骗谁呢？分明就是一个吸人血的公司。可不就是当我们这些人都是傻子吗？资本家永远都是资本家。没一会，助理进来告诉我，帖子被举报了。不仅如此，公司楼下还围满了一群正义网友和记者。我拉着公司员工想下去解释，结果刚一走出，却被人群团团围住，各种谩骂声袭来。黑心老板赚着员工的血汗钱，你心里就不会不安吗？可不就是公司每年利润1000万级以上，却连几10万的奖金都要给员工扣掉，简直不是人。赔偿，快给员工赔偿！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冲到我面前，赔偿，快给员工赔偿！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冲到我面前，话筒对了上来。石先生，请问你之前的员工在网上爆料，你随意克扣员工工资，为了不发奖金，故意将员工挤兑走的事情属实吗？石先生，据网友说，你为了不给他发工资，还故意给他降级，进行人格侮辱，请问是这样吗？石先生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怒喊道，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这在今年之前，我们每年都有发奖金，而且是将公司每年的85%利润作为奖金分给员工的。从公司创办以来皆是如此，而且我们公司并没有盈利1000万级别以上，今年是100万，我打算给他们发85万的。话说到这，人群中就开始按捺不住，他们纷纷骂道：那不也还是没发，又在这里装什么假期费？就是空口说大话，谁不会说？还随意克扣员工工资，这样的公司会发奖金，鬼才相信。我没有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问我的员工。话落，我朝身后看去，才发现周阳不知何时来了，他们早已跟周阳站到了一起。记者过去采访，请问你们老板说的情况属实吗？他们几乎没有犹豫的摇头，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我这个月已经被各种理由扣除了将近1半的工资了。我也差不多。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反抗，只是想为我们这些打工人争取到更好的环境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公司被随意克扣不敢说话，还被各种繁琐的规则束缚住。对，就该是这样的。人群中一阵欢呼，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反派，而他们是正义者。我笑了，我承认那85万我确实没分。我笑了，我承认那85万我确实没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还在这里假惺惺呢。不过我顿了顿，看向众人，那都是有原因的。大家如果不信，可以听听这个。我拿出前2天调出的监控视频，点击播放，一阵议论声传出。顿时，原本还一脸不屑的众人愣住，说什么挣100万，给我们分85万，我看他就是在诓我们吧，指不定背后挣了多少呢。可不就是，还搞什么宽松制度，说是让我们可以不用按时打卡，还以为多好呢。结果下班之前要补回来的，装什么慈善家，不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罢了。看我们给他点上一手举报，我就不信公司1年就挣了这么点，还肯给我们分这么多。一时间，众人安静下来。我看向那些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在没接到举报电话之前，我确实有把85万分给他们的打算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居然会有人觉得我做的还不够，甚至怀疑我赚了更多。几人皆愣住了，一时白了脸，只有离了职的周阳一脸不平。怎么？难道员工的质疑有错？公司本就没有统一的上下班时间，不就是存在管理混乱吗？你一个该感谢我们，帮你指出了问题，不然公司迟早倒闭。话落，其他人也纷纷附和道：是啊，他们说的也没错，不然就推迟上班时间，不然就没搞这些虚的，还得补回来，还装什么慈善家，不就是资本家的品吗？你们说的对，所以我整改了。我拿出新的规章制度，在接到举报电话后，我把上班时间统一规定了，和寻常公司一样，不早不晚，有问题。而且公司只有义务给你们发工资，没义务把公司的利润分给你们。那85万我没发给你们，也是遵守正常的规章制度，有问题吗？在我的一连追问下，现场一时沉默了下来。其中一名员工不甘道：那你乱克扣我们公司算怎么回事？我上个月明明都有8000，这个月才4000，减少了将近1半，这还不算扣工资吗？就是啊，你们公司已经穷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要随意克扣员工的工资，活不起了吗？开什么公司？我直接拿出他们的工资条，还有那个月的各种记录。王月是吧？你上个月30天，有将近1半的时间都在迟到。不仅如此，你的业绩还远远低于达标标准。按底薪加业绩的结算方式，你应得的只有3000块，多出的那1000还是我给你的补贴。桩桩件件都清楚得很，公司的打卡记录也在。他们一时哑口无言，又开始兜圈子。这谁叫你把上班时间设置那么早的？我笑了。公司
司上班时间和其他公司都是一样的。再说了，不是你们自己提的举报吗？说上班时间混乱，合着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啊，还以为有多冤枉呢，原来是农夫与蛇啊！不是，这老板这么良心，还给他们补贴了，这么好的老板哪里还有？得知真相的围观群众纷纷为我说起了话。周扬见状，脸色难看。得知真相的围观群众纷纷为我说起了话。周扬见状，脸色难看。我在公司待了整整5年，你凭什么把我业务经理的职位给别人？一开始说的好听，把85%的利润分给我们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赚了100万？这么大的公司，一年只赚100万，说出去谁信啊？没一会，围观群众又发生了动摇。人家员工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谁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？光是员工都招了这么多，前期还给了那么高的工资和高待遇，说一年只挣了100万，确实不太可信。是啊，你要是真的坦荡，就把数据贴出来。没有犹豫，我当场调出数据，拿出证据。公司每年挣的并不多，严格意义上算起来，有的时候还会倒贴，因为我给他们每个人开的工资都可以说是超出了他们能力本身，再加上各种节假日红包和奖金。之所以给那么高的待遇，你们可以理解为我心善，不过经此一事，下次不会再有了。铁证如山，谣言不攻自破，周扬灰溜溜跑了，其他媒体也纷纷散场，热闹的现场一时冷清下来。同时，10几封辞呈递了上来，我没有犹豫和挽留，直接通过。他们走得十分硬气。走走走，谁稀罕待在他这儿？场面话说的倒好听，我才不信。就是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好？反正周扬哥说了，让我们跟着他干直播，不知道要比在他这个破公司香多少。没一会，外面没再传来动静，助理进来告诉我，他们都走了，只剩下了陈芳。老板真的不挽留他们吗？招新人。助理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本以为从此之后他们会就此罢休，没想到周扬回去后，立马又编辑起了小作文卖可怜。终究还是输给了资本，我带着兄弟姐妹们跑路了。视频是他跟公司其他10几名员工的合照，举报和网暴我不占理的事，他一点没提，反而起了个似是而非的文案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加害者，他们是受害者。评论区一群无脑粉丝叫好：跑得好，跑得妙，在那种黑心老板旗下干迟早被掏空。周哥太讲义气了，辞职了还带着一帮人，这不比那个打着好心民一般恶心死的老板好多了。支持。在一片叫好的声音下，底下冒出一条不一样的评论，说的好像人家老板怎么认你了似的，不是评论区那些报道都不看的吗？老板一开始对他们已经够好了，又没有业绩考核，工资又高，无压力，迟到还不用扣钱，还打算给他们分利润呢。是他们不识好歹，一群白眼狼把人家给举报了，人家老板这才重新修改的规章制度，关键是人家修改的也是寻常公司的标准规则，也没怎么逾越啊，怎么知道了他们嘴里就成了老板亏待他们了？怪不得人家说有些人不能对他太好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就活该被剥削，等着离开公司的象牙塔被社会毒打吧。很快，这条评论就遭到了一群脑残粉的围攻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这样的老板干脆全给你们。不会是看周哥他们现在出来直播要挣大钱了，眼红了吧？资本家的走高，合着老板是你爹啊？你这么偏袒他？我关掉手机，直接让律师给他们发律师函警告，要是再拿我当流量密码，他们将付出代价。1天过后，他们便删除了那条视频，我也没再理会他们，开始为公司重新招聘人员，在原先制度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调整。新制度发放下去那天，我看着一张张新面孔问道：上面的制度大家都没意见吧？有意见提意见，商量过后我们可以改，有难处可以提难处，公司会想办法帮忙解决。我们公司不欢迎一声不吭就举报的员工。众人齐齐应声。接下来几天，新员工热情高涨，短短1个多月时间就把公司下跌的股价拉了回来，还合作了几个大项目，员工的收益也逐渐水涨船高，平均工资直接涨到了1万。利用上次热点的风口，公司还创建了一个直播账号，在上面宣传员工的工作日常，很快视频爆火，公司名声越来越好，还吸引了不少大公司来合作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市值已经实现大翻倍。而周扬那边热度过去后，账号流量一落千丈，粉丝数量也在急剧下降，半年下来几乎没有任何盈利，团队成员非但没有收入，还得倒贴钱。石总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为了博流量还在屏幕上扮丑呢。石总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们为了博流量还在屏幕上扮丑呢，可搞笑了。助理将他们的账号视频划拉到我面前，惨淡的流量和数据跟他们脸上的干笑对比起来如此的讽刺，心里没有一丝的波澜。和我没什么关系，拿走吧。我现在更应该做的是专注公司自身的发展。1年过去，公司账号已经运营到1000万粉丝级别，成为了一家人人羡慕的网红公司。这天我刚接受完采访出来，碰到了原来公司的小田。石总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3分钟。我看了眼表，他犹犹豫豫。之前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周扬的话，跟他一起对付你。现在我后悔了，我能不能回来？可以。没等他高兴，我又道：公司保洁部正好缺人，如果不介意，现在就可以入职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立即拉下脸，双手紧攥着，一副气愤的模样。你不是说不计较了吗？非要这么说来恶心我，践踏我的人格。你的人格值几个钱？说实话，我还真没那个闲工夫，爱来不来，不来拉倒。他挺起胸脯，下巴快要翘到天上去，一副高傲的模样。我可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以为你这点破手段能拿捏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怎么都不可能答应你的。他紧紧咬着牙，怒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回到公司，助理告诉我，周扬他们直播间因为卖假货被封了，因为之前的风波闹得挺大，他们出来找工作没一家公司敢要，生怕上一秒入职，下一秒就被举报了。见我没说话，助理转身出了办公室，可没一会儿他就过来告诉我，有人来找我。我见到人时愣住了，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。见到我，两人齐齐跪了下来。石老板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儿子吧！我愣了一下，助理告诉我他们是周扬的爸妈。
因为3番5次卖假货不改，上次竟然还铤而走险卖起了假药，导致患者生命垂危被抓了。他的父母坐了1天1夜的火车，从农村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就为了给周阳求情。周阳是犯了一点错，但这孩子本质不坏的。我知道石老板你有办法，帮我儿子吧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千万不能坐牢啊！要是坐牢的话，这辈子就都毁了。是啊，石老板，帮我们吧。周阳的事是他自己犯下的过，我无法插手，于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，让助理给了他们一笔钱，送他们回去。没想到第2天，我竟在新闻上看到了自己黑心老板逼无辜老人下跪道歉，视频拍摄到了周家父母给我下跪的画面，内容却被编造成我因为对周阳怀恨在心，利用权势把他弄进了警局，还逼得他们父母来找我下跪道歉。视频一经发出，便引起了众愤。紧接着，周家父母更是直接开启了直播，在直播间哭诉自己的儿子平时有多么听话懂事，话里话外都在表示周阳不可能干这种事情，还说是我怀恨在心，利用权势把周阳送进了监狱。瞬间，我的账号底下被各种谩骂充斥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律师发来的一条视频。是之前周阳团队的那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对付的过程。反正现在周哥也进去了，要是他再不出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倒不如玩一把大的，把周哥的父母接过来卖惨。那些无脑观众最看不得这些苦情画面了。最后再随便编造一下，煽动他们的情绪，把舆论的矛头转移给石大力，我们不就又有流量了吗？就算到时候周哥出不来，我们利用他父母，不也能赚钱吗？总比低声下气回去求他好吧？就是凭什么我们离职后过得这么惨，他的日子却能过得风生水起的，不仅赚钱，还有了流量。律师告诉我，这是他们通过特殊渠道拿到的录音和视频。看完，一股无名火在心头乱窜。我没想到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，他们居然还不打算放过我。石总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报警，然后把视频放出去。此时，周家父母的直播间已经开始带起了火，礼物特效更是没停过。感谢家人们送来的大火箭，哎呀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的游艇啊！直到房门被一脚踹开，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。马上关闭直播间，你们涉嫌编造谣言骗取财物，对社会公众造成重大影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没等他们再说什么，就被警察带走了。我也第一时间开启了直播，讲述事情的真相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纷纷点开了我的账号，在看完视频的来龙去脉后，又纷纷骂起了周阳和他的团队。没一会的功夫，我的账号又涨了几10万粉。周阳团队不光是被曝造谣，利用舆论谋取不义之财，还被传出他们卖的所有货物都是假货，不仅要赔偿消费者10倍的价格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周阳的父母因为年纪太大，只是罚了款便放了回去。这天我刚来到公司，再次看到了小陈，上次还说着我践踏他的尊严，现在他正穿着一身整洁的保洁装，羞愧不已地站在我面前。石总，我愿意来你公司当保洁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看了看他，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。可以。当天，小陈办理了入职，将公司地板拖得干干净净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了进来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